就在各界认为习近平权力即将终结，后习时代倒数之际，彭博社突然披露，中共正准备重启中国制造2025的升级版本。与此同时，习近平南下河南视察企业，参拜白马寺，引发更多政治想象。而真正让外界震动的是今年9月3号的阅兵仪式，普京确定将亲自出席，但谁来主持中共阅兵？习近平还会站在天安门城楼吗？还是已有人悄悄出场？有传言指胡锦涛、张又侠正在力挺汪洋、胡春华接班，而汪洋将主持阅兵的说法也正迅速发酵。中共四中全会未开，风暴已起，中南海正在经历一次不见硝烟的转场大戏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原中共海军航空兵部中校参谋姚成认为，习近平下台应该是大概率的。5月19号，习近平现身河南洛阳，到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参拜礼佛。对此，姚成5月26号发帖说，包包如果是聪明人，就应该借佛语来平反6·4，多好的机会啊，又错过了。他在25号发文推测，习后中共应该有3种选择：一是政治改革，放弃一党专制；二是改良，将重点放在恢复经济方面来；三是继续走强硬路线。我认为放弃一党专制的可能性最小，其他2种视情而定。从现在媒体的报道看，中共很可能选第3条路，继续走强硬路线。习近平错过的机会可能不只是平反6·4，所以他的日子可能不会那么长了。后习时代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呢？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，中国如果从长远看来，肯定会走向一个自由的社会，共产主义在中国在全球都会消亡。从短期来看，习近平现在失去权力这些事情好像基本上可以肯定了，有些军头啊，可能涉及到中国军费的被挪用，联手发难，这也跟以前预言里面讲的勇士带兵入地宫好像是颇为相像，好像已经预言实现了。我认为听说这个下带的一些空军将领，然后逼宫让这个习近平放弃权力。现在呢，他要维护共产党的统治，还维护表面，但实际上在四中全会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正式的放弃一些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现在的这种共产党的强权集权的统治呢，可能会有所松动，因为这些人呢，没有习近平啊，或者以前的一些前任的胡锦涛、江泽民这些人的包袱，他可以把这些共产党的罪恶推到这些领导人头上，然后迫使他们放弃权力以后呢，可能会有所松动。如果能够出现这种叶尔钦啊之类的人，可以把中共整个这个体制，中国共产党统治给换掉，反正是这些中共内部斗争会导致中共的解体。还有可能有人会说是中国会不会分裂啊？即使分裂成几个国家的话呢，也会可能出现自由的一些中国社会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趋势是好的。这个实际上是反映天象之下的一些共产党共产主义灭亡的趋势，因为中国早晚要走向这一条路，那现在很可能这个时刻即将到来了。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也说，如果能够迎来一个真正对所有人都最好的选项，就是中共暴政，中华帝国要裂解。这个裂就是分裂的裂，就是要有一个，比如说藏人地区、维吾尔人地区、南蒙古地区、满洲国地区，甚至包括香港。但是香港现在也是在中共控制之下，那香港毫无疑问，我相信他们是会离开的。还有包括呢，现在上海的独立运动也是风起云涌，也在美国举行了他们的示威游行。这些地区都各求生路，各自争。这样的话呢，事实上会极大的减低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，在中共暴政垮台过程当中会必然带来的极大的人道灾难。我特别希望能够分离或者是独立的地区呢，都应该在海外纷纷的建立自己海外的议会或者是流亡政府。这样的话呢，在中共的暂塌的过程当中就那个时候真的会泥石俱下，可能会有很多的人道灾难。那么这些海外的力量
会直接影响到，甚至可以救助到在国内原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这种情况，从政治架构、制度、经济方方面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推进的方向。这个大一统啊，拢在一块儿啊，真没什么好处，除了对权力有好处。然而，人们肉眼看到的，中南海会继续走强硬的反美路线。5月25号，彭博社独家报道说，中共正在考虑制定新版总体规划，这是习近平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新版本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躲避西方国家的批评。在国际上，中国制造2025已经成为敏感词。彭博社认为，目前在北京方面进行的讨论表明，中共可能会固守先前的制造业优先计划，正是这个经济政策导致与美国的贸易失衡，并招致川普的关税战。川普政府希望中共将经济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扩大内需上来，尽管中共官员表态有必要刺激消费，避免通货紧缩螺旋式上升，抵消川普关税导致的出口下降。然而扩大内需就必须要中国普通民众能够分享经济成果，等于要共产集权的中共放弃部分权利，这等于是要革中共的命。提振消费一说也变成了耳边清风，中共的命根子还是制造业，它是中共国家安全的保障。DeepSeek 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鸣惊人，更鼓舞了北京大力发展人工智能的信心。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，习近平最近在视察河南省一家工厂时，强调了制造业和自立自强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。官媒新华社援引习近平的话说，我们坚持发展实业，这条路走对了。习近平的坚持对外引发了川普的贸易战，打得中国经济七零八落，奄奄一息。在内，中国普通民众面临高失业风险。纽约时报今天报道，美国外贸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，如果美国对中的关税保持在目前至少 30% 的水平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将减少一半，导致多达6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。如果贸易战再次全面爆发，失业人数可能会飙升至900万人。川普关税战依然箭在弦上，中国经济又如此糟糕，中南海生变的可能性相当大。有消息说，胡锦涛、张又侠指定汪洋和胡春华接班，汪洋在接班人的名单中已开始领先胡春华。据说汪洋将在今年的93阅兵上主持阅兵仪式。今年的9月3号是北京纪念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的日子，这天会举行阅兵仪式。普京总统的一名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早在5月6号已向外界证实，普京将于今年8月底至9月初访问北京，期间将出席中共对日抗战纪念活动。从俄罗斯的官方信息看，普京届时可能会参加北京的阅兵式，这可是普京对习近平冒着生命危险出席5月9号莫斯科阅兵式的回报啊！习近平能不在场吗？汪洋会不会主持今年北京的阅兵式？你说可能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